凌晨3点，我接到一通医院的电话，说我的丈夫正在抢救室，需要家属签字。20分钟后，我冲进医院，医生语气凝重，病人失血性休克，初步判断是异物插入导致尿道撕裂，伤及动脉。什么意思？此时脑中一片混乱。护士递来一个透明密封袋，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，您确认一下。我低头接过袋子，找到他的身份证，丈夫的照片赫然浮现在眼前，背面竟然还有张房卡，凯悦酒店1708，两张卡叠在一起，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粘住了。脑中瞬间宕机了2秒，差点晕倒。护士眼疾手快地扶住我，女士，你还好吧？叮的一声，消息提示音把我拉回现实。声音是从手中的物品袋里传出来的，里面除了身份证和房卡，还有他的手机。屏幕亮起，一条消息提示横在锁屏界面，输入了3次，屏幕直接被锁住。我递给护士，不好意思，护士姐姐，你需要用我丈夫的指纹解锁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钱都在他这个手机里。护士皱眉看着被锁的屏幕，大概也猜了778了，皱皱眉，你等会儿。他办事效率极快，因此仅用了几秒钟就小跑着出来了，匆忙地把手机递给我，我拿起扫了一眼，已经解锁成功。对方语气急促，请您尽快处理一下，手术室那边在催了。我点头接过手机，屏幕还停留在聊天界面，最顶上的聊天框备注是钻石亭。我颤抖着翻看了一下最新几条消息，差点没当场晕死过去。钻石亭坏死了，你给我买的这什么玩意？直接送到公司来了，我刚打开就掉到地上，都被同事看到了。刘毅，这么快收到了？婷婷，我真等不及下周了，你今晚能不能过来给我弄弄？钻石亭，不用在家伺候你那老毕了吗？刘毅，能别提他吗？反胃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，不穿躺床上的样子，同样都是女人，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？他躺床上就是一滩烂肉，碰都不想碰。消息发送时间17点30分，我哆嗦着翻出自己的手机，看了眼时间，17点31分收到他的消息，老婆，刚才领导突然派我去北京出差，就不能陪你过生日了，但是我有给你准备礼物，快递路上耽搁了，下周一定会到。婚后15年，幸亏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，老婆，我会永远爱你。我深深地喘了口气，心脏隐隐约约传来刺痛感，啪的一声，手机掉在了地上。身后有声音传来，刘毅家属，你怎么还没去交费？这边手术室已经催了好几次了。我深吸口气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我想你们可能弄错了，里面这人不是我丈夫，他在北京出差还没回来。什么？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不是都对上了吗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冷静了一下心神，要不这样，你试试看给他父母打个电话，我刚才看了下手机里的内容，确定不是我丈夫。这……护士迅速捡起手机，跑到办公室开始商议对策。我找了把凳子，缓缓靠了下来，开始思考后续。这事肯定没那么容易解决，所以我得等。首先到来的是酒店的经理，扫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显示5点多钟了，而手术室的灯还亮着。护士带着酒店经理匆匆走向护士站，几人神色凝重地交谈着。我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，远远地注视这一切。此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婆婆的来电。他们终于知道自己的宝贝儿子出事了。突然叮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了，公公婆婆慌慌张张地冲了出来，直奔护士站。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刘毅呢？婆婆尖声问道。护士急忙扶住冲过来的女人，并努力安抚道：阿姨您先别急，病人还在抢救。婆婆腿一软，差点跪在地上，公公赶紧扶住她，转头质问护士到底怎么回事。好好的怎么会大出血？护士面露难色，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，是酒店叫的救护车。酒店，婆婆声音拔高。她环视了一圈，终于注视到我，直接开骂：江瑶，你们这是干了些什么？他不是去北京出差了吗？是啊，我也很想知道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婆婆突然发疯似的扑向我，枯瘦的手指死死掐住我的脖子。你这个丧门星，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偿命！我被他推搡着撞在墙上，后脑勺咚地磕在瓷砖上。护士连忙上前阻拦：老人家，您冷静。却反被婆婆一肘子撞开：滚开！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此时婆婆一把扯住我的衣服，啪的一声给了我一个清脆的耳光。
丧良心哦，你这是都干了些什么？我好好的儿子怎么就被你整进了手术室哟？这一巴掌终于把我扇醒了。这女人可能很快就不是我的婆婆了，再让她站我头上拉屎，可能就不太合适了。我反手攥住她衣领，将房卡狠狠拍在她脸颊上。管好你的臭嘴，里头那人是不是你儿子还两说，你最好求神拜佛别是，要真是的话。我压低嗓音，这事儿可就不好收场了。只见这老女人恶狠狠地怒瞪着我，可那双枯枝般的手却僵在半空，终究没敢再伸过来。此时公公两步冲了过来，朝我腿上啐了口痰，用手指向我，你最好祈祷刘毅没事，否则你就给我滚。呵，恐怕你们说的不算。很快2名警官一前一后从电梯走了进来。年长些的警官掏出记事本，年轻的那个已经打开了执法记录仪。谁报的警？年长警官环顾四周。护士长快步上前，是我们医院报的警，患者伤势可疑，且家属对情况有异议。我终于从长椅上站了起来，缓缓走向警察。年轻警官的目光在我身上来回扫视，便开口询问道：“您是患者妻子？”我摇摇头，不好意思，警察同志，我并不是很确定里面的人是我的丈夫，因为他下午说过他要去北京出差。同时转身看向酒店负责人：“你好，麻烦您联系一下当时跟他一起入住的那位女士，她是关键所在。”西装革履的男人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转头对警察说道：“当时就他一个人登记的身份证，没有第二个人啊。”我耸了耸肩：“没关系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你们去查监控，我怀疑有人谋杀。”酒店经理瞬间瞪大了眼睛，连忙摆手：“不是这样的，当时120来人的时候，房间就确实只有刘先生自己了，而且他帮忙开的门，表情很痛苦，直接被120拉走了。当时他还叮嘱了几句，今晚上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他老婆知道。”听他说完这句话，眼泪瞬间从眼眶中涌出。就在此时，手术室的门开了，主刀医生疲惫地走了出来，缓缓摘掉口罩，表情有点错愕地看向门口的人：“不好意思，谁是刘毅的家属？”婆婆瞬间冲了上去，扯住医生的袖子：“医生，是我，我是他妈妈。”医生点点头说道：“手术还算成功，不过……”他顿了顿，从护士手里接过一个托盘，上面盖着纱布。我们在清理创面的时候发现了这个。他掀开纱布，一颗石头，一颗沾着血但依然闪闪发亮的石头。我瞪大眼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医生推了推眼镜，从伤口里取出来的，看起来像一颗钻石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人体里长钻石，应该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自己镶上去的，二是别人帮他镶上去的。混乱中，手术室的门再次打开，护士推着移动病床出来，刘毅脸色惨白地躺在上面，下身裹着厚厚的纱布。婆婆见状立即松开我，扑到病床边嚎啕大哭：“我的儿啊，你这是遭了什么罪啊？”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丈夫，我突然想起来那张房卡。警官同志，我刚要开口，婆婆突然转身，抄起走廊里的输液架就朝我砸来：“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害的，你该死，赶紧给我去死！”警察一个箭步上前，利落地夺下凶器，将婆婆按在墙上：“老太太，您这已经涉嫌故意伤害了。”就在这时，病床上传来一声微弱的呻吟。刘毅缓缓睁开眼睛，视线在混乱的走廊上扫了一圈，最终定格在警察身上。瞳孔瞬间收缩了一下，嘴唇微微颤抖着：“妈，别闹了。”他虚弱地开口道。婆婆立刻扑到床边：“儿子，你终于醒了，告诉妈，是不是这个女人害的你？”她恶狠狠地指着我。刘毅的眼神闪烁，嘴唇颤抖着，努力避开我的视线：“不是。”说完这句话之后，突然他剧烈咳嗽起来。医生连忙上前检查，病人现在还很虚弱，需要休息。婆婆赶紧接过输液瓶：“走走，儿子，我们去病房休息。”年长的警官微微颔首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：“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在这儿签个字就行。”刘毅转头看向我，眼中满是哀求。我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掏出那张房卡：“警察同志，这是从他身上找到的凯悦酒店房卡。我想，我需要你们帮我查一下监控。”江瑶，刘毅突然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却被医生按住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妈，先送我回病房，我跟瑶瑶单独说2句。”警察扫视了一圈后，让护士签了名字，给我留了私人联系方式，就走了。待酒店经理回去后，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丈夫2人。
我疲惫地揉着太阳穴，琢磨着该如何开口。老婆，今天这是纯属误会，我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，摔伤了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虽然此时他脸色惨白，但能说这么多话也实属不易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这一晚太累了。刘毅，我们离婚吧，我再替你保留最后一丝颜面，其他的就别说了。离婚？你考虑清楚再说，你现在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家庭主妇，这些年一直都是我在养你，离开我你一无所有。我抬头往床上瞥了一下，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甚至眼皮都没睁开，似乎他说的很有道理。我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而已，所以这些人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伤害我。病房的门突然被撞开，老太太踉跄着冲进来，一把将我搡开，扑到床边就开始嚎啕：“我的儿啊，你这是遭了什么孽啊？”她粗糙的手掌在刘毅脸上胡乱抹撒，眼泪鼻涕糊了满床单。突然扭头剜我一眼：“死人啊！不知道打盆热水给你男人擦身子。”染着红指甲的手往门口一指：“你爸胃病犯了，赶紧买饭去。”没眼力见的避祸。病床上的刘毅闭着眼，嘴角却微不可察地松了松。我望着这对母子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抱歉，我拎起包转身，儿子该起床了。指节抵住门框时顿了顿，对了，刚护士说押金还差6万，记得去交一下，毕竟您儿子这么值钱，想必二老不会舍不得。刚关上门，就听到咣当一声，好像是保温杯砸在了门上。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后，我打车去了酒店。此时离退房还有几个小时，我想我有权利替我男人整理一下遗失物品。结果房卡竟然消磁了，进不去。来到前台，被告知房间已经清洁过，剩下的东西也都放在了储存柜里。我只能又给民警打了电话。这帮人不动真格的是不会配合的。民警带着酒店经理赶来时，我正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翻看手机相册。6年的婚姻瞬间化为泡影。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心的呢？江女士，民警敲了敲茶几，监控调出来了。视频中，刘毅搂着个穿包臀裙的年轻女人走进电梯，女人手里晃着的奢侈品手提包格外刺眼。20点28分，1708号房的走廊监控显示，女人弯腰捡起掉落的礼品盒时，刘毅急不可耐地将人推进房门。这是今早保洁在房间发现的，经理递来一个密封袋，里面装着拆封的情趣用品包装盒和几张沾着可疑液体的纸巾。但他很小心，从头到尾一直把脸埋在大衣里，根本看不清长相。民警遗憾地扫了一眼手表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很忙，但是我不甘心，麻烦帮我快进到2点以后开始看。哦，好。10几分钟后，1708的房门终于开始松动，门把手晃了一下，监控画面定格在那个瞬间，屏幕上那张熟悉的脸，每天接送孩子时都会遇到的林太太，儿子口中小雨妈妈，此刻正衣衫不整地从我丈夫的房间里仓皇逃出。需要帮您打印出来吗？民警轻声问道。我点头，突然想起上周亲子运动会时，他特意坐到我旁边搭话：“江姐，听说刘总最近升职了，真羡慕你们家，老公能干又顾家。”当时他牙齿上镶了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，在阳光下刺得我眼睛发疼。早晨的时候，他还跟个没事人一样，穿着米色风衣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笑盈盈地跟其他家长打招呼。而我则灰头土脸地在医院待了一夜。床上那半死不活的男人，死也要保他。你们很好。收集好证据后，告别了众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单枪匹马地面对一切了。婚是必须要离的，但在此之前，我得为儿子铺垫好一切。首先，打开了幼儿园的家长群，找到小雨的爸爸，申请好友。其实这种事情找3没用，因为他不知廉耻。可3一定有家人，他可以不要脸，他的家人呢？也不要脸吗？好友还没通过，电话便响了起来。拿起一看，是孩子的奶奶，刚接通就开始了一通辱骂。都几点了？孩子送到幼儿园你就赶紧死过来啊！自己老公在医院躺着呢，你倒好，跑出去躲清闲，回头就让刘毅把你撵出去，抱着你那些破烂赶紧给我滚！我深吸口气，故作哭腔：妈，我被人堵在家里了，现在出不去。什么意思？一个自称是小雨爸爸的男人把我堵在家里，让我拿出50万，否则就要报警。
要不然我让他去找刘毅可以吗？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听后一句话没说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很好，原来穿鞋的真怕光脚的。返回聊天界面一看，好友请求通过了。你好，你是轩轩家长？我没回复，直接拍了个照片发过去。小雨爸爸你好，这是你爱人的钻石吗？对方沉默几秒，回复道：我不太清楚，要不你问问小雨妈妈？我现在在外地，恐怕不太方便问，因为这是在我爱人下体上发现的。你什么意思？随后我甩出去一张两人在酒店大堂搂抱的照片，这个女人是小雨妈妈吧？对方沉默了很久很久，再没回复了。我扫了一眼他的朋友圈，都是灰头土脸的工地现场，看来也是个苦命的。我顺便从路上买了2桶红油漆，特意避开电梯的监控，一步一步地拎回家，开始了我的杰作。墙上、窗上、车上全都写满了文字。随后抽了点空，把老人家的房子也增加了点颜色，心情顿时大好。6年前我嫁给这个男人，从来没想过会有今天，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本本分分、尽职尽责地照顾着这个家。什么房产、什么存款，放在谁手里都无所谓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命运的反噬会在今天到来。再次回到医院，我顺便打包了一盆鸡汤。床上的男人目前还喝不成，他需要挂尿袋，但地上那2个直接饿虎扑食般冲了过来。我站在床边，握着渣男的手，老公，你辛苦了，医生说你明天就可以吃饭了，再坚持坚持。渣男欣慰地点了点头，瑶瑶，以后我会对你好的，这次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。我直接伸手打断，瞎说什么呢？你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我的男人这么有魅力，有女人仰慕你，我应该高兴才对。此时2位老人一边拿着鸡腿，一边骂骂咧咧，算你识相，自己男人在外面找3，你得多反省一下自身问题，你到底是哪里不如人，回头你也跟他们好好学学。话没说完，他的手机就响了，把鸡腿重新扔回盘里，接起了电话。紧接着他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了地上。你说什么？谁家被泼红油漆？卧槽，谁他妈敢往老子家泼红油漆？你等会，我这就回去，我还真不信了，哪个不要命的敢来惹我？正说着，他就起身开始穿外套。很快，渣男的电话也响了，我扫了一眼，是隔壁老王。他皱眉接通后，反应跟那老太婆几乎如出一辙。什么？红油漆？然后渣男忐忑地看了我一眼，好，谢谢王哥，我等会回去看看。此时老女人2步迈了过来，神，什么意思？你家也被泼油漆了？渣男疑惑地看向我，你出门的时候家里还没有吗？我点头，没有，但今天有个男人拿着刀堵在家门口，说是小雨的爸爸，我压根不认识他，还被他打了一顿，威胁我必须拿出来50万，否则就把咱家烧了。我好不容易才关上门跑了出来，老公，这个家我们不能回去了。老女人忐忑地看向儿子，那他为啥还把我们家也泼了呀？我摇摇头，不清楚，要不然我们报警吧。渣男瞬间瞪大眼睛，不能报警，不要报警。众人全部安静了。老女人又缓缓地把外套脱了下来，坐回椅子上，呆呆地看向床上的人。儿子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渣男一边扶额一边叹气，让我想想。很快，他又接到物业发来的电话。刘先生，你的鲁 BD 263星号这辆车被人泼了很多油漆，我们刚才调取监控录像了，这个人戴着帽子和口罩，压根看不到脸，所以需要替您报警吗？交给警方处理，应该能找到凶手。此时我的心砰砰跳得厉害，但刘毅直接回复，不用了，谢谢你，这是朋友之间的恶作剧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很好，接下来就可以启动 B 计划了。老女人此时唉声叹气，但她从来不会埋怨她的宝贝儿子，所有的错都是我造成的。她直接伸出手指向我，连个男人都看不好，你怎么不去死了算了？你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？我深吸口气，对渣男道，我等会去接儿子，先不回家了，在附近找个酒店住下吧，免得吓到他。住酒店，家里有多少钱够你败货？你带他来这边打个地铺，明天你找人重新刷漆就行了。我摇摇头，那我带着孩子回娘家吧，万一儿子被连累了怎么办？刘毅看向我问道，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把房子卖了吧，咱妈也被跟踪了，最好一起卖，因为50万拿不出他是不会收手的，所以我们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，看看能不能换个安全点的小区。
众人同时沉默了。这是刘毅的婚前财产，所以他舍不得。但好在我有时间和精力，可以等。下午的时候回去接儿子，眼神不自觉扫在小雨妈妈的牙齿上，果然还真的缺少了往日那般光泽，而且她的嘴角感觉还有一些红色的小斑点。看来那天晚上狗男女玩的还挺花。他的视线也有意无意地扫到我身上，我们彼此都没说话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索性就别演了吧。把孩子送到闺蜜家后，再次联系上了小雨的爸爸。有空出来聊聊吗？对方很快回复，我要21点才能到家，你想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过去半年，我丈夫给你太太买的东西共计23.8万，购买记录显示是卡地亚手镯、蒂芙尼项链，还有迪奥的包，现在我需要拿回来。对方依旧死不承认，你怎么证明是他给我老婆买的？或许给别人买的也说不定，毕竟这种男人。我直接打断，你给他买过吗？对方愣了一秒，没有。所以不是你买的，像他这种全职主妇，除了靠卖肉，如何才能买得起这种奢侈品？林先生，你别告诉我你们两口子在玩仙人跳，这可是要进去踩缝纫机的。对方犹豫了很久后，回了一句，我今晚到家好好问问，你别急，如果真是他拿的，我会想办法还给你。好的，那我就不在幼儿园发传单了，传单打印的500元费用，到时候也请你结算一下。看来这个男人眼睛里可以揉得下整个撒哈拉沙漠，可见他是个怕事的，本想跟他联手，现在恐怕不行了。对于这种男人来说，能娶到如此漂亮的女人，也算他祖坟冒青烟了吧。第二天，渣男给我转账1万，让我想办法找几个工人把红油漆赶紧去掉。我毫不犹豫地收了之后，又去买了2桶绿漆，再次泼了上去。结果自然而然的，他又接到邻居电话，疑惑地看向我，你今天刷墙了吗？我摇头，工人得明天才来上班，怎么了？他叹口气，没事，先不用刷了，又被人泼了，要不咱们先搬出去吧，现在这个节骨眼也没法卖。我点点头，同意了他的说法。第3天早晨送儿子上学的时候，我特意在门口等了一会，果然小雨的妈妈没来，是孩子爸爸来送的。可能真的怕我发传单吧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男人蛮有担当的，一般出了这档子事，头都抬不起来了吧。送下孩子后，他把我扯到一边，你好，轩轩妈妈，昨晚我问过他了，他说没有，他都不认识轩轩爸爸，这是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就那张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是吧？我看着他那虚伪的脸，果然跟他老婆如出一辙，我叹了口气，那我没啥好藏着掖着的了。其实我这里除了那张照片，还有他们2个人的聊天内容，还有凌晨2点多你老婆从我丈夫房间出来的录像，当然了，还有你老婆牙齿上的钻石。如果这些证据摆在眼前，你都不承认，那咱们就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，男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你等等，别急，让我想想，你就是想把这些东西要回去对吗？家丑不可外扬，还是不要让更多人知道了吧。我轻笑一声，我要东西干什么？我要钱，23.8万，凑个整50万吧，这钱要拿出来，所有的事我都既往不咎，你们2口子继续好好过日子，要拿不出来，咱们就该怎么算怎么算，不管是在那个道德层面，我的钱我都有权利要回。对方叹了一口气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最多25万，你要就要，不要我也没办法。我拿出银行卡，30万，备注调查费用，现在给我，我可以把所有的证据全部给你，并且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旧事重提。好，对方噼里啪啦一顿操作，很快到账了。我这人非常信守承诺，从包里翻出2人苟合的所有证据，包括聊天内容、开房次数、时间、照片等等。我已经走出很远，他依然呆呆地站在原地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聊天记录里面，他的老婆可是把他贬得一文不值。虽然我当时没来得及把聊天记录截图，可是没关系，我可以用软件合成，所有不要脸的、无下限的，全部打印了个遍。他根本无从查证。我其实特别期待，这个所谓的好男人是不是真的毫不介意。第4天来到医院的时候，护士正在给刘毅换药，纱布下原本缝合的伤口竟然出现溃烂迹象，有少量脓液混着血水渗出，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。护士大惊，怎么会这样？刘毅自己低头一看，顿时面如土色，颤抖的手一把抓住护士胳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护士仓皇挣脱，纱布掉在地上。我去叫医生。刘毅转向我，眼中满是惊恐，瑶瑶，这怎么回事？
我站在原地没动，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双腿间那片溃烂的伤口。阳光透过窗帘照在那处狰狞的伤口上，浓液泛着诡异的光泽。可能是感染了，我淡淡的说完，准备离开。你别走，刘毅突然提高音量，瑶瑶，你过来，我害怕。害怕？你竟然还会害怕？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主治医生带着3名医护人员快步走进来。为首的医生只看了一眼就皱起眉头，戴上手套俯身检查。伤口严重感染，有坏死迹象。医生用手指轻轻拨开发黑的皮肉，刘毅顿时发出一声惨叫。医生，医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医生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示意护士抽血。他拼命拽住医生白大褂，是不是手术出了问题？是不是你们没消毒干净？刘先生，请您冷静，我们需要先做检查。您之前有没有异常性行为？病房里突然安静的可怕，刘毅的脸由白转青，嘴唇哆嗦着，却说不出话。医生看了我一眼，示意我跟他出去。走廊上，他压低声音，刘太太，您丈夫的症状很像是2期梅毒引起的皮肤溃烂，但还需要等血液检测结果。不过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这种感染通常通过性行为传播，而且他伤口里取出的异物可能携带更多病原体。您最好也做个检查。我点点头，脸上适时露出震惊与痛苦的表情。那他现在有生命危险吗？如果确诊是梅毒，已经影响到心血管系统的话，切除发病源头是可以保住性命的。医生的话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。我儿子怎么了？婆婆尖利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。医生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说法。婆婆手里的早餐啪地掉在地上，豆浆洒了一地。梅毒，她像被雷劈中般僵在原地，然后猛地转向我。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你在外面乱搞传染给我儿子的？我冷静地后退一步，我想你弄错了，我跟刘毅已经1年多没有同房过了。公公这时也赶到了，听到这句话，脸色瞬间阴沉的可怕。他一把抓住婆婆，别在这丢人，然后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病房里，刘毅蜷缩在床上，像只垂死的虾米。走廊上已经聚集了几个看热闹的病患，窃窃私语声不断传来。听说了吗？这卧儿床得了那种病，活该，肯定是出去乱搞。护士拉上了病床周围的帘子，但挡不住那些探究的目光和指指点点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内心竟毫无波澜。3天后，到了拿检验报告的时间，医生示意我坐下，笔尖轻轻点了点那些报告，表情异常严肃。刘太太，您丈夫的情况很复杂，血液检测确认了梅毒螺旋体阳性， HIV 筛查也是阳性反应，还需要做 Western blot 确认。此外，尿道分泌物培养出了耐药性淋病耐色菌，这种菌株对大多数一线抗生素都不敏感。诊室里安静的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。我盯着那些专业术语后面跟着的阳性耐药等字样，突然有种荒诞的想笑冲动。医生，您的意思是他同时得了3种性病？是的，而且相互影响，使得治疗非常棘手。医生眉头紧锁。我在临床工作20年，很少见到这么复杂的混合感染。您丈夫最近有没有出国旅行？或者……我直接起身，我知道了，医生，谢谢您。这么大的事，我需要跟家人商议一下。医生点了点头，欲言又止，但后面的事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回到病床边，我把诊断报告往床上一甩，好了，结果出来了，大家看看吧。2个选择，一是倾家荡产治疗，2是直接阉割，把源头解决。3人同时瞪大眼睛，老太太直接就冲上来准备撕我脸。我从包里抽出水果刀，有种你上来试试。医生今天跟我商量要不要阉割，我是配偶，所以跟医生一直以来对接的那个人是我。3个人同时面面相觑，老太太瞬间了然，那就离婚，起诉离婚，离婚后就不是配偶了，你说了不算。我用刀挑了挑刘毅的纱布，想离婚？可以，拿出50万，否则我依然是配偶，永远有阉割权。他忐忑地咽了口唾沫，瑶瑶，你知道的，我现在根本没有钱，我的钱都……我打断了，都给小雨妈妈买包和首饰了，我知道，所以我要50万过分吗？我打听了，你可以信用贷款，拿到钱，我走人，你认真考虑清楚。说完话，我拎起包就走了。天一亮，老太婆就带人来到家里，开始拍照录像，拿到对方递过来的名片后，瞬间了然，他们已经穷途末路，开始卖房子了。也是，住院这几天已经花掉了10几万。刘毅工资不低，但是一边养儿子，一边养野鸡，
就像他这种普通的国企小领导，根本没这个能力。渣男为了保住他的2两肉，很快就筹集好了50万，给我打了电话，同意了我的离婚申请。但是他根本等不及30天冷静期，要求立刻马上起诉离婚。这样1周就拿到了结果，家人帮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搬了出来。他现在急需卖掉房子治病，所以把价格压得非常低。但我早就把谣言散播出去，这套房子是凶宅，并且纠纷特别多，追债的人天天泼油漆、堵锁眼，所以中介一次都没看成，价格只能一降再降。后来他父母的房子干脆也登了上去，依然没人买。祸不单行，此时小雨的爸爸也查出来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，给我打电话，这事吧，也不清楚源头是谁，我并不介意把所有问题都推到刘毅身上。所以老实人终于忍不了，去他单位大闹了一场，印刷了上千份传单，整整1个星期，他们的光荣事迹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所以刘毅失业了，直到他的房子以惊人的1/5价格出售时，我出现了。这些年虽然我是家庭主妇，但好在我尝试写文章，在知乎也算赚了一点，跟孩子省吃俭用，生活费也省出来很多。所以此时我手里有100多万，离婚的时候他生怕我会分到他仅有的财产，所以根本没想过要查彼此名下的财务状况。签完房产过户手续的那个下午，阳光正好，我站在政务服务中心门口，看着刘毅佝偻着被钻进出租车。不过半月光景，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已经受脱了刑，后颈处隐约可见溃烂的创口，西装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，像套在一具骷髅上。他上车时踉跄了一下，司机明显露出嫌恶的表情，摇下车窗通风。老婆，我连忙打住，你认错人了，如果你是来卖房子的，我们继续谈，如果不是，那我只好走了。卖，你别走。最终他的房子以60万的价格过户到我的名下。我站在原地看他依依不舍地上了车，手里捏着刚办好的房产证，心里竟出奇的平静。1周后，带着轩轩正式搬离这座城市。老家的学区房已经安排好，父亲托关系让轩轩进了当地最好的小学。临走前1天，我特意去看了那套买下的房子，墙面的红油漆早已粉刷一新，租给了一对年轻夫妇。阳台上晾着婴儿的小衣服，充满生机。妈妈，我们要坐大飞机吗？轩轩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兴奋地问。我摸摸他的头，想起今早接到的那通电话，是刘毅的主治医生打来的，说他的 HIV 确诊了，并发肺部感染，治疗费用预计需要80万左右。是啊，大飞机。我亲了亲他的额头。到了外婆家，妈妈带你去新学校看看。飞机冲上云霄时，我望着逐渐变小的城市轮廓，想起律师告诉我的消息，刘毅的父母也卖了自己的房子给他治病，一家人租着房子生活。而那个林太太被丈夫起诉离婚，分不到1分钱财产，据说去了南方某座城市治病去了。日子如流水般过去，轩轩很快适应了新学校，父亲种的蔷薇在院子里开得热烈。我继续写着自己的故事。周末常带父母、孩子去郊游。那套出租房的租金每月准时到账，我单独开了账户存起来，算是给轩轩的未来准备。直到1年后的某个周末，我正在厨房教轩轩包饺子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请问是江女士吗？对方声音公事公办，我是街道办事处的，您丈夫刘毅。原来刘毅死了，死在城郊一间廉价出租屋里，3天后才被房东发现。警方排查联系人时，发现他手机里最后一个通话记录是打给我的，死因是多脏器衰竭。电话那头的人说，按照程序，我们需要通知亲属处理。我打断他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联系他父母吧。联系过了，但没人接，你能？抱歉，不能。挂掉电话，轩轩举着沾满面粉的小手问我，妈妈，谁呀？打错了。我擦掉他鼻尖上的面粉，突然想起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宝贝，快去换衣服，妈妈答应今天带你去迪士尼的，记得吗？那天晚上，当璀璨的烟花在城堡上空绽放时，轩轩兴奋地在我怀里又蹦又跳。我仰头看着漫天华彩，想起很多年前和刘毅恋爱时，他也曾许诺带我去迪士尼，却从未兑现。我不再需要谁来填补生活的空白，因为我的世界早已自成风景。幸福不是等待谁给予的礼物，而是自己亲手种下的果实。从此以后，我既是归途，也是征程。新的开始，永远不晚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